Hello， 大家好，我是纸片模型，欢迎来到纸片模仿。各位啊，预祝大家2020年新年快乐！过去的一年啊，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大家统整当月最棒的数十个模组，对吧？可能有10个、20个、30个、40个，持续了整整一年。但到底2021年全年度到底是哪些模组最让大家喜欢？哪些模组下载数量最多呢？这次纸片工程师把2021年的所有新模组的下载量做了一个大排行，从第10名到第1名啊。可预告的是，光是第1名在2020年就收获了650万的下载数量，接近台湾人口的1/3。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先从第10名开始讲起吧。第10名，小型帆船哦，其实就是我们开场搭的那艘船了哦。船只设计你可以看非常的棒哦。具体上有哪些船，你可以从交通工具里面看到啊，有这种基本的小船哦，稍微大一点、中的、大的，还有超级无敌巨大哦。我可以一个个给大家看了哦。像这个是双帆船，然后有这种单帆的帆船。你实际上你坐上去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界面，你可以拉动你的滚轮，往后、往前、往后、往前。所以实际上你在划船上面哦，是相对比较舒服的啦。如果你把画面拉近，稍微放大，你会看到船帆在动，有没有？我现在滑鼠没有动哦，船帆在动，所以它的真实性还算是不错。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那层没有开，是我没有按按键吗？这个大家如果你有自己下载回来，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上面的帆到底怎么拉下来哦。具体上有哪些船我给大家看，还有这种很小的哦。这种很小，可是这种小的就跟我们原本的橡木船很像啊，你就是上去会跑到第一人称这种感觉。斜角的单帆、斜角的双帆、一般的，还有刚才小帆船、大帆船，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你可以放你的小伙伴上去哦，像原版上是狗了，它直接上去了。我先驯服下本来，先驯服哦。你驯服之后往前推哦，那个月很笨啊，不会自己上船，往前推。你看，还没，你看，它就上去了。你可以跟你的狗儿一起旅行第一人称，你看看，对不对？它还坐着。再来是第9名，血月哦。其实血月的玩法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它也不是现在才出现，可能5、6年前就有了哦。那既然今年有上榜，代表说大家对于这种硬壳类的生存模式还是乐此不疲哦。我现在用指令展示一次。什么叫做血月，好不好？它其实是有3种事件啦，血月是比较常见的，有血月、蓝月跟生长之月。我们先来看看血月会发生什么事情吧。Enter， 你看到我们画面颜色慢慢变红了。血月顾名思义就是血腥之月，这个时间点啊，村民睡不了觉哦，理论上生存的玩家也睡不了觉，画面会变红，怪物会变得跟鬼一样多。你看看四周，少说有1、2、3、4、5、6、7、8、9、10只以上吧。你稍微晃一下，到处都是怪啊，这就是血月的威力啊！好，我们把时间硬拉到中午了，应该就结束了。OK， 结束。再还有2种月亮，我口述给大家看，因为很简单。蓝月是让你的这个幸运值增加，你挖矿、你杀怪什么掉的东西会变多。这个是生长之月啊，顾名思义哦，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你的植物作物会长得特别的快啊，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会叫它血月，就是因为它它的重点还是晚上哦，突如其来跟怪物的搏斗上。在第8名 ，Frame Blocks， 各位，我跟你们讲，它是对于建筑系玩家来说超级方便的一个模组，可以说它是材质跟方块上面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我实际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方块，我刚放上去的这种方块，然后你拿钻石按右键，各位观众，你看它变钻石了。但你会说这个钻石不是本来就有方块吗？有什么好炫耀的？来，这是爬梯，对吧？这是爬梯，来各位1、2、3，变钻石了。虽然说你可能会觉得很丑啊，那我就是做个示范。在这个模组当中，你会有非常多的所谓的 frame block， 就是框架方块你有各种不同的造型，从一般的方块、斜坡、楼梯、爬梯，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种类。像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它是玻璃啦，玻璃片。就如果你拿玻璃片放上画木块的话，会变成什么鬼东西啊？它变成一个奇怪的样子了。但你懂我意思吧？我不是建筑向的玩家，各位观众，所以我这边是只是一个比喻，说你可以把你的玻璃片、你的爬梯、你的门变成各式各样的材质，只要你有想法你知道该怎么做，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最佳工具。那如果有个小地方如果你是新手不懂的话，它这边有附一个锤子，它用2个框架方块跟一些木头就可以做。框架方块也很好做对着材质按右键，材质就会下来啦。对着钻石按右键钻石就会下来。所以这个操作上非常简单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第8名其实就是因为后面这些模组很棒，我本来只是想要介绍前5名的，因为这些模组太棒了，所以不得不介绍给大家，好不好？大家自己去玩玩看。第7名 Underground Village 地下村庄自从活力村庄之后我发现任何村庄模组都显得有点贫弱那个活力村庄太强了，但我们的创作者还是想尽办法为村庄添加更多的玩法，就像是这个地下村庄，他把村庄直接给塞到了地下，而且各位观众，
这个村庄真的设计的非常好哦。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家的地下室哦，如果你不是建筑系玩家，你家地下室会有灯吗？会有火把吗？会有地毯吗？会有这种不同形状的石头吗？然后还会有弄这种青苔石砖做装饰吗？不会嘛。哦，你也不会放这个蜘蛛网嘛，对不对？你很废的，人家做的多好哦。地下村庄有很多的房间，你看到这种草原区哦，防御区，各处村民的房间，只是他们现在到村民的集会所去了。你看他们家哦，有点像是小型监狱啦。如果你想要找以往那种村庄的小职业场所的话，像这里哦，制剑师在这吧，制弓箭的人在这里啊。想要找商人啊，没问题，这里要养羊驼，这是干嘛的？我看一下啊，你是皮匠啊，皮匠在这里。我皮匠，你家感觉怎么比以前皮匠的家还要大啊？我都跑到地下室，你是很赚钱是不是啊？这么多羊驼啊！另外一些地下的探险区也做得非常好，它不是只有村庄而已哦。你看地下是有地方可以探险的哦，妈，还有生怪砖，谁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宝藏，对不对？这有点像是说哦，什么僵尸入侵之后啊，哦村民想办法把自己关到地下室，结果发现地下又有僵尸啊，就用栅栏把它关起来了。哦，它其实设计还不错啦，甚至啊。连地狱门都有，这个地下设施怎么感觉比原本的村庄还要好用啊？那不是避难所吗？对不对？你想去地狱门啊，准备一个黑曜石就好了，对不对？还能到冰桶挑战啊，所以这个地下村庄推荐给大家啦啊，可用、可玩、可住，还比你自己做的家还要好看几百倍，对不对？如果你担心说它会取代原版村庄，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技术上其实是一种新结构了，它是跟原版的村庄是分开的。第6名 ，configure 更好的配置它有点类似于 API， 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调整我们的 config 设定档。所谓的 config 设定档是能够管理模组细部设定，就是调设定的一个档案啦。那过往呢，我们都得，你如果是新手，你根本不懂，你不知道说你还要去另外一个资料夹处理，然后你还要关游戏，非常麻烦。但是透过这个模组呢，我们可以在游戏中直接进行设定，非常的方便。虽然说你还是看不懂啦。位置在这里主页面左下角模组按下去，随便选一个模组，像是你比较熟的，像是 Cyrus Map 你按下设定，你就可以进入它的设定栏，或者是因为 Cyrus 本来就有了，或者像是 Click ADV， 我已经忘记它是啥了，它不行，它没有支援。有些有支援的话，像显示物品名称的模组，你就可以进入到它的设定里面，它好像本来也就有了。可恶When Dungeon Arise 总可以的吧？对，就是这个，它会秀出它的 config 档案，然后你点进去，你就可以找到它的细部设定，非常细，很多的数值，很多的说明，直接用这个模组就可以看到了。你不需要关游戏，你不需要很辛苦的到某个资料夹，你只要会英文，或者是拿手机 Google 去拍照翻译就可以，你就可以至少可以一个个调用来省去你大把到不行的时间啊！各位，接下来就是前5名的时间啦。荣获我们第5名的模组叫做 More Villagers， 更多村民大家很熟了啦。如果你每个月都在看我的每月的模组的话，大概就会知道它了我们先把村民给放上去，它具体来讲呢，就是增加了6到7个村民职业的一个村庄模组啦。大家知道村民之所以有职业，是因为他碰到了方块，然后就成为那个职业嘛，所以它新增了6个、4、5、6、7个台子，包含了海盐台、锯木台腐朽台直播台、蓝图台、园艺台，还有狩猎台基本上就是多增加职业，所以也没什么好讲的如果你每一个职业去特别发展，跟他多交易你就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像有些比较不同的职业园艺匠，你就可以拿一些草花、草跟他去换东西，或者是拿昂贵的绿宝石跟他换蜂巢，或者是海洋学家你可以换一些跟海有关的。我觉得像这个海灯笼这个在造型上会比较方便。如果你一开始找不到那个据点的话这个比较方便中介旅者在你进入到中介之后，你就可以去拿到这个直播台，然后去可以换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像中介族还不错吧，或者是拿中介值换绿宝石也是不错的选择，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扩展大家在村民职业上面的视野或者是玩法基本上算是个必装模组啦，因为也没什么模组可以跟它有相容性的问题发生，对吧？第4名 When Dungeon Arise 可谓2021年的黑马，大家应该也很熟了啦。它新增了数十种具体来讲30几种极为精良的地下城供大家探险我为什么说30几种？因为我教出指令一个看过了，这边拿几个给大家做范例你看为什么这边黑黑的，是什么有奇怪的东西幽浮在上面吗？往上一看太空船、喷射机、下面挖沟怎么变白了因为高处比较稀薄吗？看不到有了！各位观众，是巨型喷射机，而且旁边有很多的生怪砖我们把时间调到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满的飞天怪物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打真的是地层这空城了吧？这个东西还有成就，这个东西好像
像是有点后期才可以打的，一不小心介绍给大家了。那总之啊，而当间的 Rise 就是这样，它就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地下城可以让你打大大小小的陷阱的。事实上，我刚刚有踩到一个陷阱房子，因为陷阱已经爆了，所以没有办法介绍给大家。其他还有像这种这个是钓鱼小屋，刚好在一个池塘旁边啊，钓鱼小屋里面我看一下有什么有箱子，还有怪物呢不过这个很好打，这插个火把就解决了。钓鱼小屋涨价，而且各位观众，前面有我刚讲的陷阱房，应该是吧？还是别的东西呢？我看看，不是又是别的据点这个东西好像是地图小屋，就是你进去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其他地方的地图啦，你就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冒险。就基本上这个模组算是大改了Minecraft的环境，因为其实你看除了这个建筑之外，旁边其实都有些细细小小的小建筑，有没有？你看这个旁边都有些小东西，有没有让你的Minecraft整体的玩法没有这么的原版啦会有一些小框架、小建筑、小结构，类似于荒野之息啊，或是动物森友会这种游戏让你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小惊喜、小东西可以让你摸到。接下来是前3名的时间了，获得我们第3名的模组叫做 Young's Better Stronghold， 更好的据点是我们人气创作者 Young's 这位大大的作品所以这个人做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讲的下载就对了。各位观众，你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吗？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喷水池，还有旁边的旗帜，这么漂亮的地方是什么新结构吗？不，它是我们前往中介之前的地下据点啊！各位观众这个样大大把我们地下城，把我们中介之前的堡垒修成这么大了，变成一个超级大型的地下城堡啦！各位观众，这个城堡才看起来好玩嘛！我用旁观者模式给大家看一下地下堡垒是有多大你看看那个了非常多的房间，非常多的地道，非常多的装饰品，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算是大厅吧，我不知道是怪物来这边住吗还是怎样，可能是怪物的家吧。我就不信你在这边找得到前往中介的那个传送门，怎么可能还有武器房，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来擦一下火把这个剑的装饰这个获得的宝物，虽然说你要跟其他模组比，好像也不能说很多很棒很厉害，但是你跟原版的地下城比，算不错了吧？还有武器房还有造型库呢。原版那个地下城是干嘛用的？看你们模拟一下我们往前走，你看打开门，没有东西，再往前走，又是另外一个地道，再继续往前走，你看要迷路了，这才有地下城的感觉嘛，对不对？你中介，对不对？中介龙其实是一个最终 BOSS， 最终 BOSS 之前总要有些迷宫难关，对吧？你看这个直接打破我现在创造模式管它的，它有点像是增强你中介之前的冒险体验啦，让你不至于说一下就找到，因为你是老玩家的话，一下就找到那个传送门了。其实改成了这种形式我相信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玩家在 Endgame 之前的冒险体验。接下来荣获第2名的是 Pix 派兹管线它是个超级意外的黑马呢。本来这类工业模组，我想它的客群应该很小，没想到一举就拿下了第2名的嘉奖至于它到底有什么内容，我给大家娓娓道来。简单来讲，它就是物品、液体、能量的传送的一个模组。但是一般人来讲，你不用管什么液体、能量，你管物品就好了。它有3种基本管线：传物品的、传液体的、传能量的。你只管它，你就做黄色这个，或者是你觉得嫌麻烦看不懂，做黑色的。黑色的是集大成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可以传。但基本上黄色比较便宜。它这边还有一个工具是扳手用它对着这些东西按下右键，你就会管控它你要不要连接。那你在使用过程会遇到一个问题你放了2个箱子，你会想说那谁是头谁是尾会不会互传不会啦，你拿这个扳手去点它连接箱子的这个管线，按右键你就可以调整它的样子。像是这个东西的话，给我推来这个是出口，这是入口这是跟它无关，所以我们调成入口。然后这边这个现在是情况是出口，所以我把入口的东西我放一组的储物箱，它就会以4个为单位进行传输，你就看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如果你觉得这速度太慢怎么办？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调整工具啦。它这个做法呢也不难，放玻璃片一些有的没的就好了拿着它对着管线入口的位置按下右键就可以开出显示界面。这3个是干嘛的我还没有研究，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升级装置升级装置也很好做啦它就会以2倍为一个单位去加强你的传输速度。像是我们拿这个基本的上去它就会以8倍为速度来传输我们的储物箱。你看每次减少8个，有没有？如果呢你狠心下来直接换到最高档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好像会直接传1组，没错。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弄成多一点，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快。来，1、2、3、4，很快呢。总之是这样子对于我们一般新手来讲，它就是一个物品传输模组。当然，如果你现在熟悉的跟能量有关的一些工业模组，也可以用它，很方便，很简单。其实就3个东西，第一个东西这个管线，第二个东西加速
的这个方块，第3个东西就是你的扳手。你只要会这个3东西，你就可以玩这款模组了。各位观众，重点来了哦，荣获我们2021年总下载数量排行第1名的模组叫做 MacHouse Francis and Wells 金刚鹦鹉的墙。金刚鹦鹉这个作者我讲很多次了，他每次在做这种建筑模组上都非常厉害啊。这个模组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也是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把栅栏的玩法做得出神入化的模组。你看这是他模组的栅栏哦，再让你看一下原版的，怎么长这副丑样，对不对？这个丑，这个哦好看，对吧？我再拿其他的这个栅栏给大家看。我先看物品栏啦，物品栏的栅栏基本上非常多啦，应该有50-60种吧，我猜。实际放上来，你看这个白桦树的这个围墙啊，你看重点是这样，你不同材质间的围墙是可以连贯在一起的。你看它做的品质多好哦，好垮。还有这个门哦，门可能就不能这个入口的地方连在一起，但是侧边可以的啊。门多好看，还有这个巨马哦，前面如果有立法还没攻占，你可以放巨马，人家过不去。还有奇形怪状、颜色很奇怪的栅栏门，还有石头制的围墙啊，你这个草走开。还有这个有点像是墓园的啦哦，如果你家狗狗不小心死去了，你想要帮它做一个小花篮、小墓园，没问题，这个可以派上用场。你看这些栅栏哦，如果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开光影更好看哦，给大家看木头。长这样，是不是更好看了？换成白桦木，不错吧？很适合装光影呢。总之啊，下载数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上上下下，偶尔会有排名上的差异，其实很正常的。可以确定的是呢，最强的依旧是我们金刚鹦鹉的枪，非常推荐大家去玩玩。也许有人会讲，纸片为什么你不用 CurseForge 就好了？你大家去查就知道了。不是哦，你如果现在去查 CurseForge 的前10名的下载数量排名，其实是没有那么准的，因为纸片只收录2021年的下载数排行，而且是新模组下载数排行，所以基本上我这里有的数据，其他地方会找不到。另外这支影片也是重回以前那种边拍边讲类型的影片，而不是像2021年比较常见的念稿。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比较顺一点，有没有比较人性一点？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久违还没有回锅麦块的朋友。我是纸片，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